嗨，你好，我是 Justin，欢迎回到我们的股赛巴卡频道。那今天这一期呢，主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近期的这个美股大反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到底还能不能够追高，还是应该我们应该要结算这个盈利去逃生呢？那目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风险很像都还没有解除。那这个油价的情况下呢，会不会让这个美股呢再次崩溃？所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会一个一个的用这个数据以及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观点呢，还和大家来做这个分享的。Alright，那同样的，影片还没开始，要提醒各位，今天所有内容呢，纯属我的个人观点，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那我们话不啰嗦，马上来开始。好，那近期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近期建仓的一些盈利状况先。OK，那可以看得到，过往呢，我们的就是到过去一年的这个投资表现呢，是增长了60多个 percent，那标普呢是增长30多个 percent 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增长还是算比较强劲的。那也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在 eToro 平台上面的一些持仓的一个近期有在开仓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得到呢，在前年的时候，那谷歌等等都已经涨了很多了嘛。那近期比较有开仓的是关于这个 Meta 跟这个微软，都是在去年年尾12月的时候到今年一月2月的时候都有持续在建仓了。那目前呢，已经也看到一些结果已经开始有反弹回来，因为我们都是持续在加仓的一个这个动作的。OK， 那还有包括我们有在建仓的一个小部位的，也是在这个Broadcom 因为 Broadcom 这家公司呢，它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上面呢有几大利好的，包括它的软体的这个业务、私有云的业务，还有包括它的这个ISIC 客制化芯片的这个业务，都是有相对的这个利好的，还有包括它自己的这个交换器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业务，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利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我们有持续的去投资它一些的。OK， 那其他的这个公司的话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去投入。那之前呢在去年的时候和大家持续分享的这个 Nebius 的话，那目前呢也是有持续的陆续小额投资一些，那也是有一个100多个 percent 的这个回抽，还算是不错的。那再来呢，比较有一个重点的就是这个黄金了。那黄金呢，之前呢在去年股市比较高位的时候呢，都有持续的和大家说，那这个战争的风险还有包括这个失业率的一个状况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避险的这个需求，所以呢也会持续利好这个金价的。那我们去年持续投入之下的情况下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增长。好，那黄金呢目前还是持续的看好它，因为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局势之下呢，那这个避险的需求呢将会持续的在高涨，包括这个货币上面的这个风险，还有包括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风险都是会持续的去利好这个黄金的这类型的这个避险资产。那目前呢比较有这个回撤的是关于这个比特币，那这个只是我就是 eToro 上面的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小持仓，那目前呢是有一个回撤30多个 percent 的不过呢我在其他的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上面呢，它还是因为我在比特币3万块1万块的时候就已经有买了一些，然后它涨到3万多块的时候我又买了一些，那现在呢就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盈利的在这个钱包上面不过呢在eToro我是比较近期才就有买一些，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回撤的。那对于这个比特币的话之后呢我也会和大家再做详细的分享到底我会不会继续去持有它的不过目前呢我们以这个个股的这个情况来看主要和大家分享近期我就在加仓的一个公司他们的一个近况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个 Adobe， 那 Adobe 当时候呢也是就是估值被下杀，然后呢我也是有小额去建仓一下，去观察一下，建一个观察仓，没有持续的做这个加仓。那目前呢也是就是因为它的增长比较疲弱的这个关系呢所以就算估值再低，也有可能会继续的再下杀，所以呢目前还是有一个比较亏损的一个状况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是建一个观察仓，去观察一下
它的业绩有没有反弹，有没有增长，股价有没有这个动能。如果没有动能，那我就现在会继续观察，或者是打算把它给平仓掉了。所以呢，如果股价有动能的情况下呢，我就会持续的加仓。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往像 Meta 这个谷歌等等，我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这个盈利呢，就可以在这些公司上面体现出来。OK， 所以呢，这个以上是我近期的一个建仓跟就是持股的一个状况，特别和大家做这个分享。那近期呢，我也是开始有观察那个巴兰迪这个公司。那在之后的影片可能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OK， 好，那主要就和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状况吧。OK， 那接下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问就是，那近期美股反弹了。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美股上涨？那这个情况呢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再持续的去突破新高？特别在目前这一个美以还有这个伊朗的战争，它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情况下，谈判还不是那么顺利的这个情况下，还会不会持续下去？那今天呢，我就先来讲讲就是对于美股的几个利好先，然后呢，我会和大家来讲讲，它主要的一个风险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那首先讲讲，为什么会支撑的美股？明明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但是它就已经先涨了。那其实呢，战争它只是一个美股会不会涨或者会不会跌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油价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那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在于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动。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市场它有持续大额的这个资本流入，那基本上呢，它就会利好相关的这个股市也好，房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企业，因为资本流入代表那边有很好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涌入进去，所以就会推高相对应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得到，近期的一个这几年的，就是美股为什么一直涨上去，还会持续下去？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美股的这个国外对这个美国市场的这个投资，就是吸引的这个海外投资的一个趋势。那你可以看得到，在美国这边呢，它过去10年的这个海外直接投入呢是持续的在增长的。从2016年到现在的2026年，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趋势是往上涨的。那期间呢，这个疫情呢，每个国家的这个投资都是大幅减少，但是只要当时候呢一开封之后呢，那这个经济又回来了，那个投资又回来了，所以呢现在还是比较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劲的投资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利好美股在持续增长的一个其中一个因素。OK，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国内的这个投资。那国内的这个投资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增长还是非常的强劲。从这个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它就持续在攀升。然后呢，在2020的时候，疫情之后，又开始反弹回来，然后又再持续的突破新高。所以就是这两个因素呢，让这个美股有持续的这个资金和流动性。所以呢，这个美联储它才有那个底气呢，去这一个升息，然后再升息，在降息周期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就是没有降的那么快，慢慢的去做这个降息的动作。因为呢，它本身那个市场都是比较火热的，这个经济都是比较火热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net domestic 的这个 investment， 它其实呢主要呢还是大家很多的这个大厂推动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包括了推动那个建数据中心啊，建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啊。因为这个 AI 这个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家公司建一个数据中心就可以完成，它有涉及到很多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也就是其他的这些供应链等等都一并的会被推上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目前美股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更重要的投资，我们要看到底钱流向了哪里，钱流向了哪里呢，它就利好哪里的这一个股价。OK， 所以呢目前呢钱是很比较明显流向这一个和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包括了这个半导体，包括了这个云计算等等的。所以这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持续在投资这个云计算，还有一些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这样的一个原因。
OK， 好，那这些呢都是有数据支撑的，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涨就涨的。那再来第三个利好因素呢，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扩表呢已经悄悄的开始了。那可以看到这蓝色这条线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是经济就是停摆嘛，所以呢美联储马上放水了，所以放水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表就扩大了。OK， 他就买了很多的这个美债。OK， 那他这个扩表的这个情况下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呢，这个银行的这个储备金就会变多，所以呢，银行储备金变多，那其实它就比较注入了一个流动性，因为呢，银行呢可以就是借出更多的那个贷款。OK，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在2020飙升之后，其实呢，在接下来的2年呢，都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呢，只要那一个就是扩表的情况下出现，那股市呢就涨得非常的凶。然后呢，大家发现，这个扩表很像要开始缩表了，股市就已经有一点抢跑了，就开始下跌的一个趋势了。OK，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经济叙事呢，有持续的发挥那个作用，很多公司呢都持续的赚到钱，然后又对这个 AI 的这个投入呢，都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呢，又再次的推动这个美股的发展，就算是这个在缩表的一个情况，所以美联储它就是这样子，一边呢在这个缩表，然后一边呢是在做这个降息的这个动作，所以像左手打右手这样子，但是其实呢，扩表跟缩表，它的影响呢是大于升息和降息所带来的影响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呢，你降息和升息，你只是把那个贷款的这个成本变便宜或者变贵而已。但是你扩表呢，其实呢就是让人家呢更容易的把那个钱借出去，所以它注入了那个流动性的那个力量是更加的强的。OK， 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目前呢它缩表了之后。那现在呢，开始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特别在2026年的1月份开始就已经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呢是一个起点。那如果呢它现在又开始持续的在扩表，开始上升的一个趋势，那其实对于这个美股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支撑着美股上涨的一个原因。OK， 所以我也预计，那接下来呢这个美股将会再次的突破新高，在近几年的这个时间以内。OK， 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些利好，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潜在这呢？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呢，就是这个叫什么？OK， 失业率的这个风险，就是这一个失业率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失业率的风险，那你可以看到，过往呢，每当这个失业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下呢，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就会陷入这一个萧条的一个情况，在过往的很多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呢，这一个就业人数的都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失业率呢也是有稍微有一点就是上升的一个趋势。那如果这个失业率可以稳住下来，那这个美股将会持续的向上去，那个信心是更加的强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失业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涨幅的情况下呢，大家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就会开始有担忧。那同时呢，也会更容易的引发一些骚动，因为大家工作被 AI 抢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这个情况怎样去化解呢？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就会有投资一些避险资产，那也就是黄金这一个避险资产和这一些就是贵金属这样子的一个状况。OK， 那讲到这边呢，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油价呢？那油价一直上涨，那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然后美国呢这个会美债会崩溃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呢我们在上个月的直播，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上个月的直播我们就已经讲了嘛，就是2020年的时候，那其实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已经是这个美国了或者你可以看到它已经产最多油，所以它的这个油呢不能说完全自给自足，但是呢已经是非常的稳健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14%。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它的这个出口和进口的一个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呢，它就已经达到了这个
进出口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它的出口的油呢，已经是超过它进口进来的这个油的。而且呢，就算它是需要进口，它其实进口呢，大部分的这个油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加拿大。那在中东地区呢，就是不到8%。那这个是比较之前的一个数据。那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就不到2%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已。因为它已经封锁那个海峡了，所以对于它来说，它是比较不会被卡脖子的。OK， 那再来呢，我们也是有做这个数据分析，就是不管油价上涨还是下跌呢，那其实80%的概率呢，那股市呢1年之内都是会上涨的。那从这些过往的这个年份来看，那大部分的这个美股呢都是上涨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油价的一个上涨和下跌的一个趋势，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那美股呢大部分呢都是在获利的一个状况的。OK， 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也研究了在上一次的直播，在发生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个情况下呢，然后呢股价下跌，那如果你投资这个美股的话，那你的这个回酬过往的历史的平均回酬是多少？是14%多。那目前呢已经涨上来了嘛 ？OK， 那如果你参到上一次的直播，你有持续的投资的话，那恭喜你，因为你的这个持仓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获利。但是如果你还是非常的担心，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涨了多少？目前呢美股过去1个月呢是涨了7.5%，那距离这个14% 的平均值呢还有一半。OK， 可能还有一半可以再涨。OK， 那这个是基于过往的这个历史来做一个推断的。OK，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预计这个美股将会继续突破这个新高的特别呢目前呢很多的这些巨头呢它依旧还是被低估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些10大公司他们的这个 PE， 那 NVIDIA 它的 Forward 呢只有24点多，它接下来未来5年的预计增长呢是25%，这个每年25% 的营收预计增长是非常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这个24的这个 PE 是比较低估的。那其他的这些公司，谷歌等等，他们也是只有20多，它并没有说到会去到40多、50这样子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大家都是在20多到30的一个区间而已。那目前还有几家还是被低估，比如说这个 Meta 还是22的一个 PE 而已。然后呢，这个它的未来的预计增长是17%，然后我觉得还是被低估了。还有台积电也是19而已。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美股目前的这些判断和自己的一个操作，都是会持续的在做这个定投。那在之前股价下跌的时候，也持续有在我们的这个课程社群和大家做这个分享的。OK， 那讲到最后，那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全新的期权课已经上架了，也就是我们的现金流期权大师班。OK， 那我们近期呢有做一个5天的这个早鸟优惠的一个招生。那如果呢你对这个期权获利想要赚取这个现金流，在不同的股市的这个情况下，下跌的这个股市，或者是横盘的股市，或者上涨的股市呢，都可以获取一些这个短期的一个获利，去赚取现金流，那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期权课，保证呢让你学会期权呢看起来非常复杂的这一项就是赚钱的一个技能。但只要掌握了相关的这个诀窍，那你很快的就可以透过期权来让自己持续的这个获利，并且控制自己的这个风险的。Alright，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已经100%去完成了所以呢也是有一些学员在我们第一天发售的时候已经加入了，已经有30多位这一个学员了。那如果你想要学习这个期权，想要赚取一些现金流的话，那可以现在呢趁这个早鸟的这个优惠来报名加入。那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或者影片下方的链接呢，都可以让你报名去加入的。因为越早加入的学员呢，我们给到的这个优惠呢也是最好的。因为之后呢，当我们的这个学员的人数增加，还有包括我们的课程的内容以及我们提供的这些工具 APP 等等持续的增加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都会持续的提升这个价格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锁定了最优惠的这个投资的话，那你就可以趁这5天的这个招生优惠呢去报名加入的。好，那今天的这一个教学呢就先讲到这边。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还有宏观的一个局势，还有包括一些微观的个股的这些估值呢，可以让你对接下来的这个投资呢有一个清楚的方向。那我们之后呢也会持续的在我们的课程社群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谢谢大家的观赏，我是好业 Justin， 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